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分享哈，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了哈。那这一次呢，就由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还是那个系列的主题叫夏天很热，其实我更热，对不对？所以你们热不热？今天热不热？没有空调热不热？很热很热啊！每一天的温度大概是在30多度，对不对？然后呢，这样的温度你就什么都不干，光站在那里就会流汗，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热，不单单是我们会被这样子影响着哈，这个温度啊、气候啊、嘈杂的夏天的声音啊，所有的生物都会被这个季节的温度所影响着。比如说知了叫了，对不对？果子会因为夏天的温度熟了啊，红了，稻子也会熟啊，青蛙也会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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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在那里直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夏天真的太热了，影响到了每一个人、每一个生物，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它发出来的这种温度，它的热情。同样的，期盼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可以呢，像这炎热的夏天的温度一般，气候一般，热情四射，火热的来服侍，好不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经文哈，罗马书第12章第11节，预备来。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再读一次好不好？预备来。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这节经文呢，是保罗劝弟兄们要殷勤，不要懒惰。懒惰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种心理上的厌倦的情绪，是指散漫，形容人的精神很松散，然后行动呢也很散漫，不振作哈。懒惰它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它使你以为它会很放松、很安逸，它使你以为它是在休息，但实际上呢，它所给你的是无聊。是倦怠，是消沉。所以呢，它的形式有很多，比如说生气啊、羞怯啊、嫉妒啊，这些都会引起你的懒惰哈，使人就没有办法照着自己的愿望、计划进行活动哈。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孩子写作业哈，我们家小孩子写作业也有偶尔也会有这种啊，就是他会有一个懒散的模式开启。什么叫懒散呢？你有没有发现你家孩子或者你们家的孙子写作业的时候，就是他会懒懒散散，他会磨磨蹭蹭，是不是？他比如说懒散的形式，他就会边吃个东西边写个作业，写着写着不小心把东西弄到了那个作业本上，然后就在那里收拾，然后就是心里面很崩溃、很烦躁，想要发火，所以就来到了第二个模式，抓头，烦躁的情绪，是不是？然后边收拾东西边写作业，很容易易怒。然后呢，就到了第3个阶段，叫做崩溃模式，因为他的心理的状态就觉得，哎呀，我这个时间马上要到了，可是我还是作业没有写完，怎么办呢？他就开始不想写了，就开始想哭啊，我写不完了，好难过。然后暴躁的情绪就来了，崩溃了。后来他就想说，没办法，我还是得写啊，毕竟还没有到明天交作业嘛。所以呢，我就催眠啊，不生气，不生气啊，生气病来谁来替哈？所以呢，生气是给魔鬼留地步，我不能生气，我要好好的来写，一点一点催眠自己，我还有很多时间，我能写完的。最后呢，真的写不完，发现事实跟想象是两码事，所以就到了摆烂的模式，完全不写了，算了，不写了。明天去学校抄一下好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跟这个孩子写作业是一样子的，对不对？你去想一想你的人际关系啊，是不是？到最后可能就觉得这个关系实在太难处了，算了，这个关系不要了，不要跟他来往了，对不对？我们的工作啊，算了，换个工作好了，换个老板。我们都会有懒散的这种模式存在，我们最后都会到达这个叫摆烂，什么都不想干，不是因为你没做，是因为你做了发现还是不到你所想象的这种程度，所以就干脆不做了。所以保罗就跟我们说，要殷勤，不能懒惰。殷勤是什么意思呢？是热情的，是周到的。就有服务意识的人来说，他就会比较做到你很热情，
像我们早晨来的时候，我们接待的同工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给你一个开心的微笑，这是热情，是不是？这是很周到，又给你倒水，又给你找座位，是不是很周到？是不是？所以这个是热情，热情呢会让人有感觉到非常的开心，感觉到非常的舒适。那第二个殷勤呢是关注跟急切。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卖东西的商贩哈，他就会在我们的家门口，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网上购物他就直接送到你家。那个时候他要把东西扛在肩上，然后一边吆喝。我小的时候就听到一句话叫冰棍嘞，冰棍儿，1毛钱一根的冰棍儿，热不热情？大夏天的跟你讲冰棍儿1毛钱一根儿，你是不是都要往外面跑一跑？哎，那个卖冰棍的，来来来，我要买一个。他是不是很急切的，很在关注他的生意，他才要吆喝，是不是？这个就是殷勤里面所有的一个层面。那第三个层面呢，它有频繁、反复，就是不停的在做，不停的反复的。他不是说今天做一次不做了，明天做一次也不做了。你有没有看手机的时候次数是那么的多？没有人要让你看手机，可是你早上起来就要看，晚上睡觉还要看，是不是？是那么的殷勤啊，是不是？所以第四个呢，它有那个勤奋。勤奋呢，就比如说小孩子读书读到夜里1、2点，是不是？点灯到半夜，是不是长老？中考的时候，孩子是不是要持续好几个月啊？点灯到半夜，是不是？所以它的里面有勤奋的意思，它的里面有让我们反复的做。所以这一些保罗还说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夏天的热不是一天的，不是昨天有了今天没了，今天有了明天没了，它是一直持续下去的。所以呢，殷勤呢，保罗是希望我们说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持续下去，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不是今天服侍明天不干了，不是明天服侍今天休息了，不是这样子的，是要每一天，是要持续的。那你的热情是感染得到你身边的人的，你的热情也可以被看见并且去传染的。所以我们当如何来做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几位的服侍哈，看看从他们的身上，他们是怎样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的呢？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积极起来服侍主。这个人就是彼得岳母，在马太福音8章14到15节，马可福音1章29到31节，路加福音4章38到39节都有提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这一段哈，预备来。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同样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有提到，他立刻起来服侍主，他起来服侍主哈，就是他非常积极的起来。虽然他前一秒还在生病，他下一秒好了之后，立刻的马上的起来服侍主。他没有拖延，也没有找借口，想说我刚刚好啊，我不是上一秒才好吗？那我是不是可以再休息2天？我还很虚弱呀，我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啊，所以我再休息一下。圣经上提到说，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所以他没有跟找借口，没有说我要休养，没有因为身体的原因说我不能够服侍耶稣他们，我要自己没有办法。所以呢，接下去我们呢也是一样的，我们教会也要开展一个事工叫幸福小组哈，我们也需要每一位家人的参与，不管你是什么方式和什么程度的参与，都希望你像这个彼得岳母这样，是一个积极立刻起来服侍主，而不是等到说等我这样的，等我那样子。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理由跟借口推脱，但是我们学习彼得的岳母，他的服侍就是耶稣医治他完了之后，他立刻马上起来就服侍主了。我们需要你的祷告，我们需要你的奉献比如说1天1块钱的奉献有一个宣教事工，就是他的所有的他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姊妹1天1块钱，1天1块钱不多，对不对？但是呢，坚持下去就不少了。
所以他们都重在参与，每一天投入1块钱，为了这个福音工作。所以呢，盼望我们大家不要以为说你的奉献就很多很多很多，哪怕你就一天1块钱，坚持下去为福音的工作来奉献。那还有你的体力啊，你的人际圈子，像娟姐上一周分享跟这一周也分享，对不对？她都分享说，哎，我要把我的福音传到我的身边给他们，让他们至少能听见福音，因为我的原因。那我们就讲一讲祷告的层面好了。从祷告来说，每一个事工都是从祷告开始的，所以我们幸福小组也需要你大力的来祷告，因为没有祷告就没有发展。祷告也是有很多个层面的，比如说你可以跟上帝约定，我长时间的为这个福音事工来祷告，我每一天多少分钟来为这个事情来祷告，这个是你的付上的代价，是不是？你的禁食祷告，对不对？我们每个月都有28号的这一天来禁食祷告的。然后呢，你也可以再额外的说，主啊，我为着这个事工每一天禁食1顿，也是你的奉献祷告，是不是？也是你的参与这个事工，为福音的事工献上你的膝盖，献上你的祷告。比如说还有通宵祷告，通宵祷告也有啊，你可以一夜的说，主啊，这1个月我拿出来一个晚上，通宵的来线上祷告，为着福音的事工，这个都是你的摆上。还有你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环境来线上祷告，每一次进去1次。所以因为真实的祷告呢，一定会有事情发生。你跟谁约定这样的祷告，一定是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是在属灵上面一定会发生变化，可以在属灵上面可以看得见的。就比如说那个摩西他们祷告，他的手一抬起来，以色列人就得胜；他的手一落下去，亚玛力人就得胜。所以虽然在眼前他看不见，但是他在这一上一下可能看不见，可是下面就会发生变化，3下就会发生变化，是可以有感染到大家的。所以当你什么时候祷告，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得胜，福音的工作神就会同工。当我们什么时候不祷告，可能就会有退缩，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牧师经常讲，属灵的生命就是这样嘛，不战则败嘛，不进则退嘛，不兴则救嘛。所以我们不往前，它不是停在那里，而是往后倒的。所以我们需要极力的献上自己的祷告，让祷告托住我们所有教会服事跟福音的工作。尼托森牧师说，如果有一个人祷告生活失败了，他什么都是失败的。虽然看起来这句话有一点严肃，但是从属灵的层面讲，确确实实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发现一个人的祷告生活没有了，他其他的事情也不会那么完整。那威廉·古柏说，当一个再软弱的圣徒他跪下来的时候，连撒旦都颤抖、恐惧、战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神救赎的，我们身上有圣灵的能力。所以当我们向神祷告，哪怕我们这个人很软弱，可是我们里面的那个器皿里莫大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发出来的，是上帝那个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当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连撒旦都要惧怕。所以盼望我们可以一起来建立祷告的事工哈。张百师说，祷告不是去完成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因为祷告本身就是一件最大的事情。我们能够为人做的最大的事情，我们能够给人带来最大的祝福，永远就是起来扬声为他祷告。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你说福音的工作我要怎么做？线上祷告开始。我刚刚也讲了很多个祷告的层面，对不对？很多个祷告的方式跟内容，你都可以来尝试。所以线上你的祷告不容小觑。虽然你觉得祷告好像是微不足道，就跪下来而已，但是它真的可以发出莫大的能力，是我们是想象不到的。所以彼得的岳母也许是起来服侍耶稣干什么呢？也许是起来为耶稣他们做一顿晚餐，都会被记录在圣经上面。你也可以来为耶稣做一顿晚餐呢。我们服侍耶稣所爱的人，就是服侍耶稣了，是不是？你也可以来做一次清理卫生啊，卫生家。你也可以做一次端茶倒水的小事啊。
上帝都会记录在册。我们这一次营会，儿童营会的时候，每一位老师跟参与的叔叔阿姨们哈，他们都是竭尽全力。夏天那么热，我们的那个地方呢，空调的力度不是很好，所以呢，他们每一次都要自己煮饭啊，自己线上，这个时间啊、精力啊，每一天都特别的忙碌。但是他们都坚持陪伴，虽然身体在那个时间当中很疲累，他们都坚持陪伴孩子啊。老师们呢，虽然汗流浃背哈，还是依然的一同陪伴着孩子上山下山、打球、运动。还有老师呢，那个因为太阳过敏，身上都起疹子，依然的去陪伴着孩子，这些都是体力啊，是不是啊？老师的脚都肿得像包子，这些也是体力啊。他为了爱耶稣，所以爱这群孩子，爱这群孩子，献上自己的体力，看着他们每一天的汗水透湿了衣服，然后再干，再透湿了衣服，再干，反反复复一天当中轮替，这些都是献上他的体力，献上他的身体的能力来给神用，说神啊，我愿意把自己摆在你的面前来服侍。还有我们的多媒体事工，对不对？他们同工们每次剪视频，我们每一天早晨，我们主日每次早晨有那么一小段的视频，大家还记得吗？今天早上也有，对不对？每次都有那个小视频，那个小视频呢才几分钟而已，可是这些同工呢半夜啊，在那里熬夜加班，然后赶制出来。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礼拜六也有一场聚会，我们要去到无锡去到无锡回来之后，差不多就11点12点的样子。他们回来之后，把你们就是讲的这些视频到他们手里，他们这个时候才能够去加班弄出来。因为大家录制的可能有一些晚所以他们要赶工把它赶出来。然后礼拜天呢没有时间早晨就要聚会，下午立刻就要去上海。是不是同工们也是付上了体力的代价，体力来服侍神？所以你所看到的小小的一个小片段，都是有人愿意说我愿意在神面前付出的。我记得我在上一次的幸福小组我负责了大部分的那个做饭的这个工作。对，那因为我自己呢是不太有这个做饭的恩赐，你知道吗？我做什么饭都做的，我妹常常说我她说你做饭除了快好像就剩快了吧，就是说我是个快餐，但没什么味道，就是所以我做饭没有什么恩赐，因为我可能也不太喜欢做饭对于我来说那一次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每一次呢我也不太会做几个特色菜，还要绞尽脑汁的去想我要做什么。正在琢磨的时候，那一次有一个阿姨就跟我讲说我可以给你做一条鱼，做一条烤鱼，非常大菜然后让我可以直接带过去，然后那天呢我就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几样小菜就可以了。然后阿姨就用一个很大的器皿给我装过去，我也没有看，然后打开之后呢，全组的人就是全员那次幸福小组的人我们幸福小组是新朋友来嘛，他们都说哇，色香味俱全的，又好看又好吃，味道又好，然后呢还丰富，里面什么都有。以为是我做的，我说不，这是阿姨做的。这个阿姨做饭非常好，非常会做饭，然后大家都很想认识这位阿姨。然后这位阿姨呢真的是心灵手巧她就是我们中间的这个石阿姨，她做的非常好的那个烤鱼对。然后那次结束之后呢，那个幸福小组80%的人都留下来稳定聚会。对，所以他参与到了这次幸福小组的侍奉当中。对于我来说一位这样的长辈跟我非亲非故，但是他因为谁的原因，什么样的能力驱使他这么干？耶稣是不是？不是因为我肯定是因为耶稣，因为基督的爱，他愿意献上自己的体力，是不是献上自己能做的那个部分，做的最好的部分献给神，哪怕他人不在，可是他依然的服侍到了那些人所以呢，我们在我们当中看不见耶稣的爱，因为耶稣不在这里嘛，看不见耶稣，对不对？耶稣的爱讲起来也是那么的抽象，可是我们在一群爱耶稣的人身上是可以看见的，也可以在爱耶稣的人身上感受到爱的温度的。在你的身上也需要让人看见耶稣的样子和耶稣爱的温度。那如何来做呢？见证神。第二点我跟大家分享，见证神。
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呢是约翰福音11章1到4节哈，这大概是在讲说有一个人生病了，他这个人呢叫拉撒路。拉撒路呢，他住在伯大尼，他有2个姐姐，一个玛利亚，一个是他姐姐马大哈。马大就很会服侍，玛利亚呢就非常安静的等候主哈。他跟耶稣的关系很好，贴近耶稣的心意。所以这一天呢，他姐姐就跟他讲说拉撒路病了快要死了。所以耶稣就要找他来医治嘛，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更知道耶稣能医治，所以跟耶稣讲说请你快点来呀，因为我的弟弟病得快要死了呀，他是你所爱的人啊，你赶紧来啊。耶稣跟他讲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呢，耶稣就没去，耶稣等了4天以后才去。4天以后，耶稣去了，来到那个坟墓，拉撒路已经被埋了被埋葬了。那么他们当地的文化是讲说，一个人如果死了4天了，埋了，是绝对不可能复活的，绝对没有这种可能的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所以耶稣这个时候来了呢，他就看见有一个石头挡着坟墓，耶稣就吩咐人说，把石头给我挪开。然后那个人姐姐就是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可能是臭了，已经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那个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就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是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那些人讲的，因为那些人不知道，那些人只知道说耶稣会医治，但是不知道耶稣有复活的大能。于是耶稣讲完了这话，就大声说，拉撒路出来。于是拉撒路呢就从里面蹦出来了，他身上全部都裹着裹尸布，但是他这样还是出来了。所以这个神迹呢，让大家看见了拉撒路复活，主耶稣有复活生命的大能，他是生命的主。 Amen。我们一起来读下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2章1到2节。到了这一天逾越节的前6日，预备来。逾越节的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侍候，拉撒路也在同耶稣坐席的人中。所以拉撒路在哪里？在宴席的，对，在参加宴席，在耶稣同桌吃饭，是不是？好，来，约翰福音12章9到11节，预备来。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为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Amen。 所以从这2段经文你可以看得到说，拉撒路复活以后跟着耶稣，耶稣去哪里吃饭他就去哪里，对不对？耶稣去哪他就去哪，然后他只要往那一坐，他什么都不干，是不是就是一个活的见证？见证耶稣是有复活生命的大能，他是生命的主，是不是？然后于是呢，有好些人就来看什么？不但要看耶稣，还要看这个人拉撒路，是不是啊？还要看拉撒路，然后看完之后呢，有好些人回去之后就信了耶稣了。所以见证神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你在生命当中得到耶稣的好处，要见证出来。你看拉撒路什么都没做，就是见证神，他就往那一坐，就是一个见证神。就是因为这样他的见证，所以圣经讲说，祭司长就商议，不但要杀耶稣，连拉撒路也一块杀了。为什么？有好些人因为这个人的见证回去信耶稣了，所以呢威胁到了他。在初期教会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就是见证神是有极大挑战的，是会有生命危险的。不仅是拉撒路这样子，在初期教会，彼得多次被抓到监牢里，他依然坚定地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最后呢，天使还救他出监牢。保罗被鞭打，被下在监牢里，即便在监牢里，他还是唱诗赞美神。
那一天呢，他还传福音给狱卒一家的人，使他们全家得信耶稣，是不是？所以他们经历生命的挑战，他们经历有生命危险的挑战，他们还是越来越勇敢。历史历代有多少的这种宣教士啊，他们用生命来向我们中国传福音，以至于今天到你的耳朵里，到我的耳朵里，到我们后代的耳朵里，到我们今天可以听见且信靠得福气，是不是？所以见证耶稣在那个时候是有生命危险的，但是在今天我们主动开口传福音都觉得很羞耻，都觉得很害羞，都觉得很害怕，是不是？现在只是面子的问题，可是当初是生命的问题啊！我们比他们差了多少？我们还没有负上生命危险呢，还没有拿着拿着那个刀架在你的脖子上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不能说让我们每次都会这样子架在脖子，刀架脖子吧，但我们至少要开口向我们的王老师学习开口向身边的人传福音。他说什么？他最后说一句说，你要是不开口，永远都没有可能，但是你只要开口就会有机会，是不是？所以开口传福音。我记得我生完李希诺7到8个月的时候，就李希诺差不多7、8个月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在开 FET 神学班然后那一次呢，那个神学班就会被围了，一条巷子全是警车，然后来了全是警察，然后他们干嘛呢？因为他看我们隔壁呢，那就是来查暂住证的，然后就查到我们，就说我们这里太多人了，于是呢就起了冲突，然后就发现我们是有宗教信仰什么东西的，他不知道，然后呢他就报警了就来了好多人把我们这个整个就围起来了，很震慑的，一下子看过去那一条街全是警车看来的人全是警察穿制服的都来，把我们所有的人差不多有20多个学生加上几位老师，将近30个人吧，我们就都带走了。那因为我呢，他没有带走，因为我是孩子的母亲，可能觉得说把他们都带走了就没有带我。然后呢，那一次还蛮震慑的，那些人全部都来了，就把他们都带走，因为我们不犯法嘛，所以就去做笔录然后问话就好了。但是我听说去的所有的人都没有说很害怕，没有说很恐惧，他们都是很坚强，他们都是很坚定，然后跟他们正常的交流，还跟警察有说有笑，这种他们没有一个害怕的。就当时的那个场面，来的时候那个场面挺威慑的，然后来的有一些人，警察的素质那些年不太好他就是动手就是把那些东西你拿摄像机拍他把你摄像机给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好，但是我们的人没有惧怕的，没有说哎呦好吓人好吓人，根本没有。所以只要我们好好的，没有做这些犯法的事情我们也是爱国的嘛，对不对？我们也要爱我们的国家，我们是身为中国人，不可能仇视我们的国家，对不对？我们是与我们的国家还是有很好的关系的，但是我们在传福音上面，只要没有触碰到法律，我觉得其他的都是可以开口讲的，不用害怕的。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当你认真传福音，认真在上帝面前走这条道路的时候，都会面临一些挑战，肯定会面临一些挑战的。像初期教会他们一样，他们为什么这么拼命，拼上生命？我们还没有生命代价，但是他们都有。但多多少少我们都会碰到一些这样的撞击，他们都有生命的代价他们即便有生命的代价，为什么还是这样拼力的去见证神呢？2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因为基督而活。所以我有一个反问，你今天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你为谁而活？你不用回答我，你放在心里回应我们的上帝。第二个就是因为神的旨意，人愿意回应呼召，人愿意回应神的呼召。那什么是呼召呢？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以赛亚书6章1到8节。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
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在，圣在，圣在！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了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他听见看见这个异象然后呢，又听见主的呼召，说发出问号，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立刻回应说：我在这里，差遣我，差遣我。这就是呼召，这就是回应呼召。神有一个呼召出来，神有一个需要发出，神有一个想要透过人传递的声音出去，他要透过一个人，然后他就发出了一个呼召。然后这个人听见之后呢，他就说：我在这里，差遣我，我可以。这就是回应呼召。神也同样呼召亚伯拉罕。创世纪12章1节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你可以看到神说什么？我必叫亚伯拉罕成为大国。为什么要成为大国？然后又必赐福给他，叫他的名为大。然后呢，你要让别人得福，这个是他的目的。你要让别人得福，我要让你成为大，你要大到一定的程度。第一个层面是你要得福，因为你要得福，你才有能力让别人得福。所以我们信耶稣也是一样，我们要先信，我们要得福，我们得福之后才能够让别人有得福的机会，是不是？有得福的这个力量。我们自己都不足，我们怎么去祝福别人？我们自己都不信，我们怎么传福音呢？所以神说我要大大的赐福给你。然后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多大的福气！所以神多少年来都是这个样子的，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的。他的心意只有一个，让万族万民都得福，不是让你自己得福，完事了。神的心意还要更大，他是希望你透过你延伸到你的家，延伸到你的工作，延伸到你的小区，延伸到你身边的种种的地方。你看亚伯拉罕，神说我要叫你的名为大，我要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你不能在这就停止了。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去哪里，这就是信心。他出去的时候连去哪里都不知道，可是他回应了神，说主啊，行，我去。搬家是那么容易的吗？何况他搬的不是一个家，像我们今天我们就搬了这一个家，是不是？他的家有多大呀？他光壮丁都300多人，他的家族有多大？他整个家里有多少个人？然后妻子儿女牲畜，对吧？这些产业，整个他搬个家不容易耶。神说你要去，神没有告诉他去哪里，他说好，我就去了。所以今天神也一样，神也希望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虽然他对我们的呼召没有像他们一样还不知道去哪里，我们会告诉你，我们就做幸福小组，很明确，就做幸福小组，很实际，每一个点都落实。我们的
敬拜团长，他在上一期的那个幸福小组里面非常有付出，在每一个小组人员的身上，为着这些人祷告，付上代价，付上金钱，付上精力，付上人力的代价，所以以至于那个小组就非常的成功。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也有这样的方案，我们有成功的案例。我们今天不是像亚伯拉罕说你去吧，不管你了，或者我也不告诉你去哪里。亚伯拉罕都有信心，我们今天不要你有这样的信心，还没有告诉你要干什么，我们有很明确的这一些，就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一起来参与这个服事。如果你会什么，你就跟我们讲，我们就一起来参与这个像神呼召亚伯拉罕一样的这一些呼召，我们也去回应教会的呼召，回应神的呼召。神不单单呼召一个人，神还呼召一个群体，就是以色列群体。出埃及记19章5到6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听从神的话。这一节说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是不是？做属神的子民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得到神所拥有的全宇宙的产业。因为神说全地都是我的。神呼召以色列人出来，是要给他们一个身份，就是祭司的国度。祭司是什么呢？祭司就是神跟人之间的那个中保，神跟人之间的那个桥梁，把神想要跟人的话透过祭司传给人，想要把人透过祭司他的赎罪啊，都是透过祭司，然后给他赦免，给人赦免。所以他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呼召他们是为了让整个以色列民族成为万民的祝福，成为万民的祝福。像亚伯拉罕那个呼召是一样的，你要成为大国，然后呢，让全宇宙的人，全万民万族因你得福。你不能够只停在这里，停在这里不出去。恩典到你这里就像一个到了死海一样。以色列里面有个地方叫死海，这个地方呢就是只进不出的。以色列有2个地方，一个叫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呢有很多很多的鱼，然后彼得他们都在那里打鱼为生哈，然后有丰盛的生物，这个里面呢就是全部都是有生命的，有活物的，非常丰富的物质的。但是南边呢就是死海，没有生命，什么生命在那里都不能活，完全是死的。原因是什么？当那个约旦河哈从黑门山流下来的那个水往下流的时候，就会经过加利利海、加利利湖啊，进去了之后呢，它还会流，还会往下流，一直往下流，一直往下流呢，就流到了死海。那里死海的位置呢，就会比较偏低一点，所以呢，进到死海之后，它就出不来，它没有办法出来，它就一直沉淀，一直沉淀，一直沉淀，直到沉淀到呢非常咸，以至于没有任何生命可以在死海里面生活。所以今天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加利利海，里面有丰盛的，可以进可以出，不要成为死海，只进不出。神的恩典到你这里之后呢，就停止了，就蹲基了，然后呢就不会去分享了。神从来都不是让我们这个个人得福就停止了，神依然说让万民得福，让神的恩典可以传出去，传出去，像加利利海一样有出有进。神的恩典进到你这里来，神的呼召到你这里来。神呼召你不是目的，将福音传出去，将目标，将恩典传出去才是目的。每一次的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牧师说你们要去见证神。为什么要让我们每一次都要以见证的方式？这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我们每一周都会有见证的分享，在我们的主日最前方放这个，是激励我们大家，你要将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传递出去，要来见证神，是不是？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积极的响应这一个能够在每一次听完道之后回去消化吸收，让道成为你的生命，让道活出生命，让道活出见证来，让道可以在这里被传递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个见证可以被传递，让更多的人因为你的见证
像加利利海一样传到更多的人，更多的人也因为这样被激励、被传递、被激励、被传递，一直持续下去。每一个人都可以活泼的，我要做见证啊，而不是今天要见证啊。牧师也讲，如果每一次见证到你就说啊，就是说这个道在你身上没有功效，停止了，没有下去，神在你身上的动工，你就没有见证出来嘛。这是牧师说的啊，所以要回应牧师，我们要让道活在这个生命里，展现出来，对不对？道成肉身，活在人的中间。之前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我们今天让这个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让这个道可以进到我们里面之后，也能够出来，活在人的中间，好不好？神不单呼召以色列人，神呼召以色列人，今天他也呼召你。你看这一段经文的上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感觉说，哎，他呼召以色列人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预备来。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个群体是谁？教会，跟你有没有关系了？你看上一段经文，我们倒一下哈。上一段经文出埃及记19章5到第6节，跟这段经文几乎很像，发现了没有？几乎很像，都是要做什么？神的子民，是不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然后君尊的祭司，有王一样的这种尊贵的身份，君尊的祭司啊，所以它跟出埃及记19章5到6节的内容几乎一样。所以神呼召以色列人是一样的，这是他的心意，他让万民得福。那呼召我们呢？内容还是一样的。为什么呼召我们了？因为以色列人失败了，因为他们毁约了，因为那一批人死在了旷野，即使后世的那些以色列人依然毁约了，所以神让他们经受了被掳，经受了灭国亡国，把他丢在了全世界各地。他们丢出去了，福音就散开了。但是他们没有被丢出去，他说我不要，我就在我们中间，然后看我们外邦人如猪如狗一样的人。神不是这样的心意，神说你们要去传。可是呢，他们不传，他们把这个宝贝一样的把它圈起来，把它包裹起来，把它不分享，好像我得到了一个宝物，我不能分享，我要自己得着。他们就是这样的心意。所以呢，神说我要再呼召一批人，这一批人是谁呢？就是今天的教会。所以以色列人的毁约，这个约又临到了我们的身上。以色列人因为没有应约，死在了旷野。我们今天呢，你接了这个约，要准备完成，还是要再一次学习以色列人将要再次的面临死亡呢？使徒行传1章8节说，耶稣说但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当我们去做见证的时候，圣灵会与我们同工的。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19节，耶稣也跟我们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是说奉父子圣灵的给他们，让他们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个是门徒。主耶稣从复活以后，第一件事情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去，就颁布了这个大使命。这个主耶稣呢，不再是以前那个好像受苦受罪受鞭打无声无息这种任劳任怨，不是那个曾经的主耶稣了。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当约翰看见主的权柄的时候，启示录1章17节开始就开始讲说，我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什么意思？耶稣的这个权柄，约翰曾经跟主耶稣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好到他可以贴着胸膛到主耶稣的胸膛在他怀里一样。但
但是呢，这个时候主耶稣复活以后，荣耀的身体有权柄，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的时候，他看见，他就害怕，他说我像死了一样扑倒在他面前。是怎样的一个样子呢？启示录1章13节形容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束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睛如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的光明的铜，声音如众水的声音。他手拿着7星，从他的口中出来一把2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所以他看见这一切的时候，他吓坏了，他就直接扑倒，像死了一样。这是他自己写的，自己形容自己扑倒像死了一样。所以这是一个有权柄的主耶稣，这不是曾经那个你说行也行，不行也行，你说不行是吧？好，来，主爱你啊，爱你啊，这个主也依然爱你，但是主也有他的权柄。当你真的是去不要做他的这个呼召，不要做他的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不知道主耶稣将来会如何来问我们，那个是我们跟主的回应了。所以当我们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期望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爱，说主啊，你是有权柄，但是你依然爱，我也愿意因为爱来见证你的名。第三个，什么时候来见证呢？第三点，把握时机，因为见证神不是永远都可以见证的。这里我列了一个叫玛利亚这个人，她的积极侍奉。马太福音26章6到13节这边讲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1玉瓶极贵的香膏，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为难这位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约翰福音12章第3节说，玛利亚拿着1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跟脚上，用自己的头发去擦。1斤真拿达香膏是当时一个男人1年的收入，那女人的话差不多是一辈子的积蓄了，因为女人要拿一辈子的积蓄来，差不多就是前些年就没结婚的女人那个时候到她出嫁那个时候，她一直的积蓄到这个钱之后呢，去买一瓶这样的香膏浇在她的那个新婚的丈夫的头上给她准备的。所以这里面讲到说，玛利亚献的是最好的，因为她那个时候这个东西在当时是献给她最爱的人的，他献的是最好的，他献的是最爱的。所以呢，这个一个男人1年的积蓄，如果现在我们今天来讲的换算的话，我们不讲多的好不好？我们就讲少一点的，10万块钱好不好？我们就讲10万块钱。如果他1年，如果拿10万块钱买一瓶香水，贵不贵？你会不会拿10万块钱买一瓶香水？好香水是持久度高嘛，对吧？味道好闻嘛。它会不会持续1年？会，谁说会的？我还真没有遇到过，它能持续1年玛利亚这一瓶香水，香到万世，是不是？万世流芳，一直香到现在，还香着呢。不知道接下去耶稣如果不来，它依然香，因为耶稣说了，普天之下无论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做了啥？香膏，是不是？所以这瓶香水好贵但是如果让你拿10万，你肯定不舍得。但玛利亚就舍得，她觉得耶稣值得，她把这个整个都奉献给耶稣，整个都拿到耶稣的脚前。玛利亚的全然献上，毫无保留，献上全部，把这个全部都献在主的脚前。有一首诗歌叫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何情。这首诗歌呢，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幅画。这幅画呢，有一次
一个教堂请了一个罗马的画师来为教会画一张耶稣受难像，但这个画师呢，他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他画完了之后呢，就把他随手挂在了他的这个屋子后面也没有注意他。接着呢，他就去画了另外一个人像画，他就请来了一个小女孩。正画的时候呢，小女孩不停地回头去看那幅画，那幅画是画这样子回头，然后画师就说：“你不要动好好的坐着，我给你画。”然后这个小女孩就问他说：“他是谁？”就那个画然后这个画师就说：“他是耶稣。”小女孩就问：“耶稣是谁？他为什么要受这么残酷又可怕的这种刑罚？”因为受难像嘛，他的头上就会有荆棘有冠冕这样子了。画师呢还知道耶稣救赎的这个故事他就开始跟小女孩讲耶稣怎么样来到世上，怎么样来差不多是这个画的样子但不是这一幅不知道是哪一幅，就是这种类型。对，然后呢他就说他怎样来到世上为人死，讲这样的故事给小女孩听。小女孩听完了之后呢，就立马问他说：“他既然这样的爱我们，他为你做了这么多，你为他做了什么？你接受他了没有？”小女孩离开了之后呢，画家就一直被这句话所刺痛，圣灵就感动他，他就在主面前悔改信了耶稣，他就重新很用心的画了一幅这个耶稣受难图再画了一幅，下面就提了这一句话，就是画上提了这句话：“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何情？”就是我为你舍去了我的生命，你为我你舍了什么呢？他就为这个画祷告，画好了为这个画祷告，求神祝福这幅画，让这幅画来救很多的人。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做，他就会画画。以后这幅画呢，在德国被选入了一次展览。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德国的贵族就来旅行，然后就看到这幅画，就非常的感动，然后就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受激励。耶稣的爱就激动了他，他就因为这幅画而改变信耶稣了。他去德国旅行，看到这幅画之后，他就觉得非常被感动，之后他就立刻结束了这次旅行，不再旅行了，回去了。回去之后，最后因为他这个人带下了教会历史上一次摩拉维亚的大复兴，就因为他也因为这幅画，他这个人就是这个名字就是这个伯爵。对，后来呢，有一个人1858年，一个女孩叫海佛格尔的姐妹，她很小呢就在贫民窟里面服侍，她一生呢就活了40出头，很年轻。她22岁的时候从英国来到了德国的时候，住在传道人的家里，在书房呢就看到了这一幅，然后底端呢就写了这句话：“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何情？”他非常感动，他就写下了这首歌。所以这首歌词，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词的内容这就是他写的那首歌，就为你我舍生命，为你我流宝血，将你洗得洁净，使你与神和谐。我们一起来读后面一句来：为你，为你。第2节，为你我费多年，忧患苦难变长，好使快乐永远，你也得以安享。为你，为你我费多年，为你费几天。我赴光明之家，我的荣耀宝座，为你我都撇下，来到此地漂泊。为你，为你我撇这些，为我你何所撇？为你我受痛苦过于口能述，受了极大辛楚，救你脱离阴府。为你，为你苦受许多，为我你受什么？为你我从天家，为你我已带来救恩，无以复加，赦罪自由慈爱。为你，为你我带许多，你带什么给我？主，这是最后的回应他写了6段，这是第6段他的回应。他说：主，我献上生命和我所有时间，完全听你使令，脱离己的锁链。为我你舍生命，为你我弃所有。这是他的回应。所以爱主是需要把握时机的。玛利亚当时耶稣说是一件美事
他献上了他的所有，献上了他的一切。耶稣说他做的是非常好的，因为他让耶稣得了安慰，满足了耶稣。所以这是福音的第二个层面，就是人竟然可以来满足神。福音的第一个层面是我刚刚所讲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得到丰盛、满足、恩典、慈爱、富足这一些的人生。但是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可以来满足伟大的神。我们这样卑微、败坏、软弱、无能的人，竟然可以满足这位圣洁荣耀的神，这是何等的恩典啊！整个万有都是他的，所有权柄都在他的手里，他不在乎我们手里的这一点点奉献，他也不需要说让我们来为他做什么，因为他有能力。他一抬头，天上所有天使向他匍匐下拜，他一个天使就能杀死185000个大能的勇士，一个天使就可以为神做这么多的事情。神为什么一再的感动，一再的感动，不停的感动我们，让我们说好，神啊，我接这个服事了。我们好像是在给神一个面子，我们的奉献左想右想，左念右念，是不是好像觉得神很需要我们的这一点奉献？神其实在乎我们这些吗？他更在乎我们的人，我们这个人。就好像一个小孩，你的孩子在你很劳累的时候，很热的时候，你本来想说回去我要喝一杯可乐，可是你摇摇晃晃的小朋友说，爸爸，我给你倒杯水。你这个时候喝到了这杯水，你会觉得喝什么都好，哪怕它是一杯清白的水，你也觉得哇，满足了。神看我们也是这样的心态。所以今天我不是说让好像有责怪责备，没有，我只是想让大家去体会，去感受神是这样的心情，神有这样的想要可以有被满足的愿望。所以我们要把握时机，因为在之后玛利亚这个时候她献上了1斤，后来尼哥底母他们带了100斤，神都没有说你们要所有人都要传这100斤，没有，只是玛利亚的这1斤被传流芳万世，对不对？流香万世哈，这样子的。所以当主的时刻，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传福音了。我今天一再在强调说，神跟所有人立约，神跟亚当立约，神跟挪亚立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神跟大卫立约，神让耶稣来另立新约，都只为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得福，让万民也得福。我们有福音，让别人也有福音，不要福音到我们这里成了死海一样的。请把握你的时机，请看准你的时机。如果我们不参与，如果我们过了之后，像挪亚当时需要一个方舟，可是挪亚洪水过后，神再也不需要方舟，那群人也再也不需要方舟。所以今天也一样的，等福音传遍，耶稣再来，再也不需要人传福音，再也不需要你来传福音，再也不需要我来传福音。但是耶稣还没有来，你还没有走，我还没有走，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请把握你的时机，一起来建造教会，带领新人与教会一起来参与这次活动，一起来筹办来临的幸福小组，好不好？邀请更多的朋友，邀请更多的人付上代价，为这样的事工守望祷告，奉献时间人力都需要，我们都需要。请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一次的这个幸福小组。你说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参与，请咨询你的组长。最后我们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经文哈，非常重要。这是摩西他的感慨，预备来，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写得非常清楚哈，我们的时间不是永远的，我们要在神面前积存，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奉献所有就是全然献上，活出美好的见证，积极起来侍奉，
积攒日子在天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做一个回应的祷告。我邀请你来祷告，为着你自己来祷告，为着你的日子来祷告，希望你的日子都可以被积存在天上，被耶稣所纪念。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祝福自己。我们也一起为着我们教会的幸福小组即将马上要开展，我们来祷告，为着这个事工，为着福音事工来祷告，为教会的发展来祷告，一起献上为灵魂来代祷。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拣选我们，主，你提着名来呼召我们，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特别所提名招选的人。主，你说你的拣选，你的选召从来都没有后悔。主，我们也说今天我们愿意站在这里，主，我们愿意成为你的活的见证。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跟能力，让我们可以活出你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祝福我们藏在你的里面，被你所保守。奉耶稣的名求 Amen。 亲爱的朋友，希望我们今天的讲道对你有很大的帮助，但不要只停留在这里，可以把我们每一次的链接分享给你身边需要的人。每个礼拜天我们都邀请你加入我们利未之家，成为他家里的一份子，一起在线上加入我们的线上主日。你也可以联系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更多的信息分享给你。邀请你可以加入我们。